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老剑啊，咱们今天来做一期钢铁雄心4 56之路的实况。在大家看到这期视频之后的第2天，欧陆风云4新 DLC 的视频也会上线，所以说呢，这一期咱们就来做一个短片。这一次咱们游玩的国家是奥地利，这一次玩的不是元首的血压，而是要真正的用奥地利来成立神圣罗马帝国。想要成立神圣罗马帝国，那就要正面硬刚小胡子。那么这一次我们能不能够正面硬刚小胡子，成立神圣罗马帝国呢？与原版的奥地利不同，56之路的奥地利有一长串的国策树。如果我们想要成立神圣罗马帝国，需要走政治线的左线的最下面有一个成立神圣罗马帝国。当然了，这个成立神圣罗马帝国是假成立，它只需要控制德国的部分地区，我们的这个奥地利就可以被改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是啊，连当地的核心都没有。真正想要成立神圣罗马帝国，需要咱们先改成这个哈布斯堡家族，让奥托·冯·哈布斯堡成为奥地利的继承人之后，并且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版图，这样才能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核心。不过不管怎么说，我们都需要先击败了德国之后再考虑这些。那么咱们的国策树第一个先选择这3个民用工厂，在点出了3个民用工厂之后呢，再选择补贴斯泰尔沃克武器公司，获得4个军用工厂。奥地利通过国策给的军工十分有限，所以说呢，这个工厂咱们尽早拿到。之后呢，我们要提前先研究出防空炮科技，如果没有防空炮的加持，小胡子的飞机一来直接把我们炸成傻逼。而在建造方面，咱们开局需要先造一排要塞，这要塞是萨尔兹堡啊，这北面这3个格子升2级就够了。通过国策加强国家防御之后呢，咱们与德国相邻的所有地区都会获得一个2级要塞。而这3个地方呢，由于它不是山地，并且与德国相邻的省份最多，所以说呢，这里是必然会被攻击的。但是呢，配合国策，我们只升到4级，如果升到5级的话呢，德国是不会进攻，那样子的话我们很难刷分。我虽然说啊，咱们奥地利很弱，但是在56之路里呢，开局的情况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奥地利的开局是黑线，并且呢，占支持度和稳定度都是高于50%的，所以说正点数一够，咱们就能直接开出战时经济。而且呢，由于我们是黑线，所以说咱们可以随时与德国签互不侵犯条约，只需要拉关系就可以了。在德奥合并之前，我们保持黑线政体，然后跟小胡子签个互不侵犯，小胡子至少10个月是没有办法对我们动手的。但是呢，如果玩奥地利，尽量还是早战，不然等小胡子点出苏台德之后呢，防线会进一步扩大，到时候呢就更难防了。1936年10月7日，我们点出捍卫祖国的国策，获得民族精神，保持威慑，增加咱们军用工厂以及要塞、防空炮的建造速度，这样我们奥地利本部的防空炮的建造速度就会有进一步的加成，确保在1938年到来之前，我们奥地利地区将会获得满额的防空炮加成。而接下来我们需要加紧速度完成旧纽带的国策，确保匈牙利能够尽早加入咱们的阵营。1937年5月8日，我们开始点出国策，授予紧急权力，邀请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回到奥地利主持大局。说起来啊，这条线其实有一点拉胯，因为加强国家防御这个国策不仅会给我们与德国边境增加2级要塞，而且呢会给咱们的领导人增加一个对德国的攻防加成。但是呢，当我们的这个奥托上来了，这个攻防加成就没了。所以说呢，这个国策跟这个国策颠倒了就很蠢，相当于我们白白损失了对德国的10%的攻防加成。不过现在哈布斯堡的复辟已经是大势所趋，即便舒施尼格是个坚定的反德分子，他也不得不向奥托·冯·哈布斯堡让路。那么接下来在奥托国王的率领之下，我们奥地利与匈牙利将会结成一个新的同盟。1937年9月25日，霍尔蒂受邀来到维也纳，与奥托国王进行会晤，双方在维也纳签署维也纳条约，正式组成同盟。不过咱们的奥托国王可是一个反法西斯及反共分子，虽然说霍尔蒂与我们一样也是个反共分子，但是他却是个法西斯主义者。由于霍尔蒂立场并不坚定，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同盟并不稳固。因此在进行了一番思量之后，咱们的奥托国王决定暗杀霍尔蒂。1937年12月3日凌晨1点，一封电报从布达佩斯送往维也纳，正是咱们的奥托国王派往布达佩斯的刺客成功暗杀霍尔蒂的电报。在得到计划成功的消息之后，我们部署在布达佩斯地区的数百名特工立即占领了匈牙利国会大厦，并且于次日向全国发出电报：我们匈牙利敬爱的、亲爱的、可爱的、伟大的霍尔蒂摄政王于昨日病逝于国会大厦，现今匈牙利领导层悬空，而哈布斯堡的继承人奥托国王于奥地利继承大统。
处维也纳以至万邦，故而邀请奥托国王前往布达佩斯，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大家可能会好奇啊，怎么霍尔第一死，咱们的奥托国王就直接入主了？其实如果换一个游戏的话，就很清晰了，因为霍尔第突然间去世，没有留下任何的继承人，这实在是太让我们奥地利悲痛了。因此，匈牙利的国会议员们不得不选择咱们的奥托国王成为匈牙利的国王。也正因为如此，匈牙利与奥地利便建立了联合统治。据说凌晨1点的时候，霍尔第正在国会大厦一人办公，我们的刺客也就趁机摸到了霍尔第的办公室去。由于害怕惊扰到保安，所以说咱们的刺客绕到霍尔第的后面，用铁丝勒死了他。如果霍尔第的脖子再健壮一点，说不定就免于这一次的悲剧。那么现在霍尔第死了，咱们奥托国王成为了匈牙利国王。不过呢，匈牙利部分地区还是有不少的抵抗分子不满足咱们奥托国王的统治，所以说呢，咱们现在获得一个不稳定的匈牙利，减少咱们的政治点数。那接下来呢，咱们需要进一步的稳固匈牙利的统治，获得当地的核心。那么70天之后，我们成功的稳定了匈牙利当局的局势。如今呢，已经是1938年的2月12日，德奥合并近在眼前，我们也要尽早做准备。接下来呢，我们先削弱一下墨索里尼，防止墨索里尼被小胡子拉拢，并且尽早的督促意大利内战。如果意大利内战变成了中立政体，至少不会加入德国的阵营。1938年3月17日，小胡子正式向维也纳方面发出正式通牒，要求奥地利并入德国。如今的奥地利早已经是不同往日，在拥有了奥地利及匈牙利两抵王冠之后，咱们的奥托国王也拥有了一定的底气。曾经德意志地区也是咱们哈布斯堡的统治范围，如今虽然说被小胡子这个暴发户占领，但是我们也绝不会就此妥协。既然横竖都是德奥合并，那为什么不能是奥地利吞并德意志呢？1938年3月23日，小胡子正式向我们宣战。首先呢，小胡子先对咱们的阿尔卑斯山区以及北巴尔干地区发起了骇人轰炸。不过呢，在我们防空炮的这个加持之下，阿尔卑斯山区基本上飞机飞不过来。目前呢，已经有32架支援机被击毁了。北巴尔干地区呢，我们的防空设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还在临时加建。不过都开战2个月了，这小胡子怎么还没有发起进攻呢？难道是因为飞机被击落的太多了，他不敢进攻了吗？只可惜被防空炮击垮的飞机是不会进入到这个战斗界面的。近5个月的时间，小胡子没有任何的动作，看来即便是4级的要塞，也是让小胡子望而生畏。如今小胡子转换目标，向苏台德地区挺进。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发布了部分动员令，或许当小胡子对捷克用兵的时候，就是我们反攻的时机。1938年10月12日，关于苏台德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恶化，或许是因为小胡子德奥合并失败的原因，导致英国与法国对于小胡子想要进军苏台德地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称如果德国的军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战争就将爆发。看来小胡子选择头铁，他的部队立马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既然小胡子也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我们不妨也准备入侵一下捷克斯洛伐克。当然啊，我们只是做准备，并没有直接入侵。为了拿这20%的计划加成上限，10月16日，德国正式向捷克斯洛伐克宣战。在此之前呢，德国已经被我们击杀2400人，但这2400人不是陆战部队，全部都是空军。如果这2000多个人全部都是飞行员，那德国佬损失可就大了。并且在这短短的半年时间，我们在阿尔卑斯山脉光用防空炮就击毁了470架支援机以及2架轰炸机。然后在北巴尔干地区还有300多架的轰炸机。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由罗马尼亚保证独立，并且加入了同盟国，所以说呢，罗马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都会同时对抗德意志。而由于罗马尼亚加入了这场战争，所以说呢，我们是可以把罗马尼亚邀请加入阵营的。正好啊，我们把罗马尼亚邀请加入阵营，防止他加入同盟国。如果他加入同盟国的话，就比较麻烦了。而这已经开战8个月了，小胡子第一次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一次是萨尔茨堡南部的这个山地。那么接下来的战斗，我们没有任何花哨的手操，全靠一个字：莽。依靠划线平推，用命来叠我们的战争分数。有英法2大列强在，想要叠我们的战争分数难度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得不出此下策。再加上我们也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来磨德国的组织度。本来以为呢，我们的右路集团军会先取得突破，结果没想到是我们的左路集团军率先取得突破。也许是因为德军的调动，我们左路集团军的对面并没有多少的德军部队，甚至一鼓作气直取斯图加特，拿下了富滕堡地区的首府。不过咱们的左路集团军大部分都是驻防师，也就是说只有5部的田线师。
本没有指望这一支部队能够取得多大的建树，没想到呢还是出乎咱们的意料。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当咱们的军队即将行进至法兰克福的时候，德军的部队终于填上来了。最终到11月17日，由于咱们的计划值已经用完了，所以说咱们的第一次攻势就此停止。这一次攻势，我们拿下富滕堡及巴登地区，使得慕尼黑地区的德军部队有一个小小的饺子。如果我们能够吃下这个饺子，德军必然伤亡惨重。过了半个月，我们这才发现富滕堡地区没有补给，原来是因为咱们铁路没打通，所以说才临时修了个铁路。在这个铁路打通了之后，咱们这个地区的部队又重新有了补给。如果没有补给的话，咱们也没有办法组织下一步的攻势。1938年12月8日，希特勒遭到了暗杀，他的飞机遭到了事故。至于希特勒为什么会在大战在即的时候开飞机离开柏林，我们不得而知。如今由希姆莱担任元首的职务，如今的德国已经成了一盘散沙。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向柏林地区挺进。由于第一波攻势消耗了不少的枪支弹药，所以说呢，咱们赶紧去国际市场里买一些枪支。不过呢，这些枪的数量有限，而且呢，咱们民用工厂比较少，所以说呢，还是杯水车薪。因此，在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大概率还是会顶着黄条不满的情况向德军发起攻势。1939年的1月1日，我们向德国发起第二波攻势，并且在这一次攻势之中，我们成功将慕尼黑的德军包了一个饺子。这样的话，我们前线的部队就丧失了部分的战斗能力，所以说我们尽快将慕尼黑的德军消灭掉。到了2月份，慕尼黑的德军被我们相继歼灭。此次慕尼黑战役，我们歼灭德军10余万，取得一场辉煌的胜利。2月22日，我们又向德军发起第3轮攻势。由于慕尼黑战役德军损失惨重，再加上他前线黄条不满，再配合上咱们高额的计划上线加成，德军也很难抵挡住咱们的进攻。这一次攻势，我们再一次瓦解了德军的防御，并占领了纽伦堡这个日后可以审判德军战犯的要地。只可惜，在拿下法兰克福之前，我们的战斗力再一次丧失，只能再一次停下来，等待下一轮的攻势。而随着战线的挺进，咱们的陆军学说也点得越来越快，现在已经点到决战左的第2条线，作战计划上线的加成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4月16日，第4轮攻势又来了，这一次战线一定会有进一步的扩大，因为咱们的3个坦克师也完全投入战场。虽然说这3个坦克师目前的软攻并不高，仅仅只有200左右，但是对于现在黄条不满的德军，杀伤已经足够。这谈笑之间，德国的齐格菲防线已经全数沦陷，倒是法兰克福依旧岿然不动。当我们的军队在齐格菲防线与德国佬大杀四方的时候，对面的马奇诺防线，法国佬正在一边吃法棍一边喝咖啡。他们表示今天是休息日不上班，所以说根本没有出兵支援，以至于德国佬现在都这样了，法军还是没有走出马奇诺。5月12日，我们完成国策，意大利内战。其实在此之前，墨索里尼早就加入了轴心国，不知道什么原因并没有加入我们的战斗。如今曼努埃尔3世在我们的支持之下发起内战，颠覆墨索里尼政权。不过咱们的支持可是有代价的，至于他们是否履行承诺，那就要看他们的诚意了。意大利国王还是识大体的，他们居然真的履行了承诺，将威尼斯以北的北意大利地区全部割让给了我们，而且这些地区是核心，还不是占领地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当地的工业和人力。如今后方已定，我们再一次向德国发起第6波攻势，而这第6波攻势可以说是对德国最致命的一次攻势。这一次攻势，我们摧枯拉朽地撕毁了德国的防线，并且迅速向柏林地区挺进。同时，这一次攻势还将萨尔布吕肯地区的德军团团包围。这里又是一个饺子，虽然说现在饺子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因为德军的覆灭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到了8月份，我们已经将德国分为了2节，萨尔布吕肯的德军也被全数歼灭，莫兹莱战役也是歼灭德军10余万。接下来我们便可吹起胜利的号角，发起最后的一轮攻势了。1939年8月30日，在我们的轮番进攻之下，柏林正式沦陷。只是没想到呢，我们的这一番进攻却被捷克斯洛伐克人摘了桃子。随着柏林的沦陷，德意志国的胜利点已经低于23%，咱们共歼灭了德国1/3的部队，共47万4千人，而我们也是付出了40万人的代价，因为我们的部队其实战斗力不行，我们的主战部队全部都是9步1炮的编制，外加一堆的这个支援连，其实这个部队战斗力是很拉胯的。之所以能胜利，完全是依靠咱们高额的计划上线加成。现在呢，咱们已经把这个
决战计划的左线全部点完了。目前呢，咱们的计划加成已经超过100，来到104。同时再加上咱们的这个情报机构，我们已经多次破译了德国的密码，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反倒是英法两大列强在这一次战役中可以说是毫无作为，英国人贡献了4%，法国人也贡献了4%，大部分都是击落敌机而造成的伤害，而我们则是获得了56%的战争贡献。其次呢是捷克斯洛伐克，再次呢是罗马尼亚。本来还想刷一刷分的，现在看来是没机会了。那我们就正式上谈判桌吧。哎，没想到我们全境德国都没有人跟我们抢地，捷克900分，罗马尼亚700分都没有跟我们抢地，那赚麻了呀！我们还可以再拿点海军。那么1939年8月31日，咱们奥匈帝国彻底击败了德国，收复了德意志地区。目前距离成立神圣罗马帝国，我们还差捷克、法兰西以及意大利，还有比荷兰地区的部分领土。虽说与同盟国的战争那是难以避免的。那么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呢，欧洲人也是擦亮了自己的眼睛，他们也是看清楚了谁才是把欧洲从法西斯的铁蹄中拯救出来的人。英法两国虽然说声援了捷克斯洛伐克，并且在战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在捷克这边，但是呢，在战争中毫无作为，这使得巴尔干的国家都十分的心寒。除了之前加入咱们的罗马尼亚之外，现在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两大国家也愿意加入咱们的阵营，接受咱们奥匈帝国的庇佑。保加利亚与我们本无利益纠纷，我们自然可以邀请他加入咱们的阵营。而南斯拉夫，由于我们奥匈帝国的核心领土还在南斯拉夫身上，所以说我们与南斯拉夫是早晚有一战的。不过现在啊，我们可以把他拉进阵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南斯拉夫受到了这个捷克斯洛伐克还有罗马尼亚的保障独立，罗马尼亚是我们的阵营成员，所以说不用管他。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他已经加入了同盟国，所以说呢，我们打南斯拉夫，捷克会来，然后捷克会来呢，就导致法兰西他们也会来。面对这种情况，只要我们将南斯拉夫拉进咱们的阵营，这样子的话，罗马尼亚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对他的保毒也就彻底失效了。等日后时机到了，咱们再把它踢出去，收复咱们的核心领土。那么现如今，咱们奥匈帝国虽然说收复了德意志的失地，但是呢，还有不少领土并没有在咱们的掌控范围之内。想要成立神圣罗马帝国还十分的遥远。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是必然与同盟国有一战的。不过这一期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就先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